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立委李胜峰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台海的周围啊，可以说是很紧张。缘由当然是菲律宾跟日本要划经济海域，台湾不讲话。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呢，就各项的专项执法，包括了这个玉渊谈天哦，这个也算是中国大陆官媒的一环。他就讲了一些话哦，他说这是补齐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怎么回事呢？因为过去5天呐，您看这个图，中国大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在这个地方哦，做各种的扫测行动。据说海底的电缆啦，各个方方面面啦，来往的船舶啊，他们也都去做各种的这个侦搜或者是登船检查还有呢，巡查了铺设海底电缆，还有光缆这些水域啊这一些，所以对台湾来说，那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我们这个都被摸底摸光了，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呢？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外交上，在军事上面，这个区域现在开始紧张起来了，尤其是日非美跟台湾、中国大陆很诡谲的一个气氛。那另外呢，讲到台海之间有没有可能紧张这件事情，讲了很久了。那有一篇报道说，中国重估攻台的胜算，荷兰的一名将领他说，如果2周没有打赢的话，会陷入僵局。他的理论基础是说，现在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包括武器也不一样了，无人机啊，低成本精准的武器改变战场的形态，所以他认为，如果中国大陆他评估他要打，假设他要攻台，那2个礼拜还没打赢，他就会陷入了一个僵局。而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海警船不仅是在我们东部这个海域执法，他也跑去日本海域说这是我们的管辖区。那日本他的反应也很大，他说这是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挑衅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一片海域动作啊，各方都有。钓鱼台过去我们常常说保钓，现在已经都不讲了。钓鱼台是我们的是中华民国的老共也说是他的日本也说是他的可是你看中国海警船他对这一块的海域他是很警觉的。他说10号，也就是昨天这个台州的边舰队在这附近做一个维护巡航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巡航的活动的地理范围。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的美日菲是不是有可能连成一气？计划好了要联手抗中，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海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我们看到菲律宾的外长就说，我们还是必须跟日本进行划界谈判，尽管中国大陆有抗议，中国大陆有动作，可是我们还要继续这么做那菲律宾也要求中国移除在黄岩岛建造的浮动设施。那中国大陆发言人他就讲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权所以你要我移除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而另外，美日部队将训练，我们看到泰风飞弹，就是我们过去翻成提风飞弹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已经运抵了日本南部。那它对准的是谁呢？恐怕就是中国大陆了，因为它的射程大概就是1600公里，它是一款巡弋飞弹。还有一项新的措施，就是过去我们看到美军基地在日本嘛那美军他派出核动力潜舰去停靠日本的时候，你还是要去跟日本说我有多少人，我的将领是谁可是现在说这个要取消了那美方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是出于安保方面的考虑，我不能透露这个将领是谁，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上面有多少官兵这是安全的保障。而另外呢，中国的无人机说是有一个新的发展，这是来自于美国军事网站的报道，说中国可以用火箭动力的无人机在18000米高空就可以发现航母了那主要是美国的航母，然后把坐标输进去之后，用导弹进行攻击。那这套系统中最核心的装备就是无侦
这个 Dash-8的幽灵火箭动力无人机，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科技啊，在军武上面的应用恐怕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而另外纽时有一个报道，他说川普对中国大陆已经转向了，而且释出明确的讯号，包括现在川普可能只把中国视为经济的竞争者那试图把北京达成某种和平共存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手那是不是他承认了中国大陆它也是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呢？过去某种程度他是不承认的。来请教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跟菲律宾他们想要片面的改变现状那中国大陆就让现状就回不去了。我们多次的在节目中有跟观众朋友谈这个观念，也就是日本跟菲律宾这个没有就不经过一事不长一智明明有经过历史的经验跟教训，但是没有从中学习到这个让自己长进的一个地方。过去我们都讲过这个钓鱼岛的问题要收归国有化，现在钓鱼岛是在中国大陆的行政管辖权之内了。黄岩岛日本想要非法的占领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看到黄岩岛现在完全是中国完全掌控的这个岛屿了，甚至连菲律宾的任何捕鱼的渔民都不能够进入这个海域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当时菲律宾要片面改变现状，日本要片面改变现状，大陆就让他回不去。好，这次日本跟菲律宾又来闹了，这一闹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台湾当局特别是赖清德们不吭一声，而且第一时间还表达欢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状就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当大陆的海警船在台湾的四周，也已经包括渔纳国岛在里面了。那包括渔纳国岛，那就包括八重山岛屿这个所有的系列，也包括菲律宾的巴丹岛等等的所有的海域，海警船在这个地方执法，已经对100多艘的船舰进行识别，进行这个询问的时候，就代表他开始实施这个执法权了。我们都知道，海警船的执法权只有在自己的海域，例如说在自己的专属的领海经济海域内，才有办法有这个完整的执法权。而当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执法对100多艘的船只，包括我们台湾的渔民的船只进行执法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海域是他的了，事实上就是他的了。那你说日本说我不可接受日本说这是这个对他的挑衅，然后呢，就大家问的是你说了，然后呢，因为是你自己想要片面改变现状，对不起，这个现状就回不去。当然有人认为说八重山的烈屿跟这个菲律宾的巴丹岛是不是有经济重叠？其实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办法说有重叠。原因在哪里？虽然两边的距离接近400海里，不到400海里，如果以各200海里来说，好像差那么一点边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会说，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是在于中间隔了一个台湾，所以是日本跟台湾的事，菲律宾跟台湾的事，但是就是不关你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事，是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台湾，你不能无视台湾存在，你不能把台湾抹去，说台湾这个岛屿根本不存在，是沉在水里面的。所以我日本的八重山烈屿跟你的菲律宾的巴丹岛这一接起来490几海里左右，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两边可以谈。你日本人要耍这个赖，你耍不住了，因为你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没有三边来进行海界谈判的，只有中日海域谈判、中非海域谈判。如果我们台湾自己要放掉自己的地位的话，那当然就是两边谈判了。那也就是说，你今天日本跟菲律宾自己要玩的话，大陆现在不跟你日本谈，也不跟你菲律宾谈，我就是事实拥有。现在它就是事实存在，你能怎么样？你敢怎么样？连美国都只能说，哎呀，和平处理。中国大陆就说，我就是和平处理因为我派的是海警船，我不是派军舰呢。警察就是维持秩序、维持安全，所以他就是一个像我们台湾的警察，我们是不是和平鸽？就是和平嘛。所以中国大陆就说，我就是和平因为我用的是警察，不是用军队那所以事实上我就是和平。所以我觉得，你看美国很温柔的说和平处理，和平处理，但是美国他知道他才不会被日本跟菲律宾拖下水去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美国没那么笨，但是问题就在笨的人是谁？菲律宾跟日本最笨的就是
先表达欢迎，再表达说不要伤到我的权益，后表达说他们不会伤我们权益的那一个人才是最笨的人。好，来，申峰老师，美国不笨啊，但是很坏啊。这个日菲两国会这么跳梁小丑一下，跟美国没关系，打死我都不信啊。OK， 那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我这要是一个华理，不能像台湾自己欺骗自己那么久。两岸就是主权共有，治权互不隶属，所以在互不隶属的情况下，台湾说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基本上大陆呢从来没有干预过，他只是嘴巴说从来没。但是当你放弃这个管辖权的时候，那这个是中国的，它就会出来了。一样的道理，在东部的海域一样的一个情况，在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呢，这是治权互相拥有，这台湾负责管理的，那这管理人不管了，那个什么老大哥就出现了，这一点大家了解。第二个呢，现在很多人问我说：“哎呦，那个海警船怎么行使这个权利的？把船拦下来检查？没有了，没有那么严重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它很简单，就是所有的船舶经过这个海域的时候，大陆的海警船问：请问你是不是什么船？你是什么经过这里？对，你看我们平常去，你日本的警察可以来问我们这在干什么吗？不行。”但是这在我的领域里，我就可以问你干什么。所以呢，这个点检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说啊拦下来嘛，说啊你是不是这个什么几号的渔船呢？是哪里的属于哪里？那他这边就要回应，他不回应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动作了。就是无线电的那个，就互相就照顾。用无线电。那从某一个角度，也就是告诉你，家我的管的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派六保定的船去拦截嘛，那被大家笑了以后，我们终于抬起头来，派了2艘上千吨的海巡署的船去了。这2艘各位不要被吨位吓到了，它是补给船跟救难船。我操，舰长用补给船、救难船去驱离，喂，这了不起。然后今天又讲了一句更了不起的话，告诉你说什么？这个呢，这个驱离不是看吨位，是看技术。那看技术就去问那个菲律宾，菲律宾最能体会中国海警船的技术，问他一下就清楚。好，再过来呢，我们现在充满了这种打鸡血的吹口哨、壮胆的话，比如说这个荷兰的将领不知道哪来的将领，假如将领讲话就有权威。很抱歉，全世界大概用万为计的将领，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从乌克兰跟美伊战争里面，哎呀以小克大，然后呢无人机就可以了，所以大陆重新思考。抱歉，那么这种也拿出来吹，很简单。现在包括乌克兰在内，包括伊朗在内，所有的无人机的零组件从哪里来的？谁供应的？这中国大陆供应的，也就是说，今天全世界中国大陆说我的无人机的战术跟防止无人机的进攻，就打击无人机的进攻，大陆说我是第2啊，大概没有人敢说第1。那因此我们要用无人机来传来台湾来针对大陆，拜托啊，这个就是台湾今天搞什么无人机队啊，是一个笑话的理由。或者这个真的，他最强的是这个。零组件就控制在他的手里，他的防御你又是最强的，然后你去发展这个什么是用东西在大吗？第3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整个的历史情势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演变了。日本跟菲律宾，请搞清楚，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菲律宾是有容忍，因为不要让人家觉得大欺小。但是呢，日本，我告诉你。等这一刻等很久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直被压着，那个只要华南会去剁下去，有没有？说变就变，而且双方的实力也差很多。日本在玩火，菲律宾跟着在吞火，然后到最后，我们看着发展，整个琉球的海域跟主权的问题。会变成将来一个很重要的诉求。为什么？因为美国交还琉球，只交还琉球的行政权，主权未定。而主权未定，以今天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哪天把这个主权拿上联合国去表决的时候，你说会表决是什么结果？日本人醒醒吧，菲律宾人跳跳也就算了，人家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菲律宾可以让他跳，你不会让你跳的。哎，县长，今天这里有提到2个武器哦，我特别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听过好多节目在讨论，就是美国把它的提风系统好像很有威胁力，摆在哪里？摆在日本哪里？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提风系统？提风系统是4辆大卡车，各载4个垂直发射管，它那垂直发射管里面装的武器就是跟一个美国的战斗舰的垂直发射管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再看一个叫做驱逐舰，神盾驱逐舰，它有96管。那这4个一套提风系统是16管，是驱逐舰的1/6。如果今天一艘神盾驱逐舰在哪里出现，你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吗？我觉得不是，它的威胁力不是很大的。那第二个提风系统跟这个神盾舰比还有2个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移动的位置是有限的，你别以为卡车能走，那么重的卡车能去的地方不多，所以它的设计好的基地是有限的。第二个，它整套系统没有任何的防卫，一个无人机过去就可以把它几乎摧毁掉。所以提风系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第二个，这里有一个叫做无侦八，导播可以 cue 一下那个无侦八的那个形象，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八角形，大家注意看这个，这是一个叫做飞翼设计，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飞翼设计。它因为很宽，所以它几乎就像一个大鹏展翅，它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撑在那里。它最大的特色，我跟你讲，无侦7、无侦8、无侦10、无侦8能够飞得最高，它能够飞到多高，你知道吗？在这里只说18公里，实际上你去查资料，大概无侦8可以飞到30公里。那当所有的飞机，你去看战斗机很少飞过20公里的，为什么？因为20公里的时候，空气密度是我们这个海拔地平线那里的空气密度的7.3%。记住，当它空气密度小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这个飞机什么旋翼、直翼、怎么稳定，动了都没用。就是你到那里去，你怎么转？一个飞弹飞到那里去，怎么去运转都很难。所以到了20公里以上的攻击是非常困难的，战斗机几乎也都上不去。所以这架无侦8当它到达这个高度，我这样讲，它就在你的头顶。除非你用像这种爱国者飞弹打它，否则几乎都对它莫可奈何。所以它的高度可以确保它的安全，它在上面就可以发现底下的目标，然后把底下的目标传到它的系统里面，这就是它的最大的用处。我觉得中国的无侦8在全世界最厉害，它可以将近这么高。美国飞到最高的现在是全球鹰，大概是18公里。美国有史以来造的最高的叫黑鸟之子是24公里。无侦8 30公里。是，谢谢这个舰长跟我们详细解说这个武器的性能哦。不过我们回到川普身上，他现在又要重启贸易战，重启的对象是他的邻居，包括墨西哥，包括加拿大。还记得吗？川普在川普1.0的时候曾经签订美加墨协定3个国家很好啊，都是邻居啊，可以做各种的贸易协定啊。可是他现在说，我不要再续签了啦。川普说：“我不需要加拿大，也不需要墨西哥，可是这2个国家需要我所以我不要再继续签了。”可是我们可以看看很吊诡的一个现象卡尼这个加拿大呢，其实他现在对美国很感冒，他也想脱离美国，或者是离开对美国的依赖。可是加拿大它可能跟其他的新伙伴譬如说跟其他南美洲啊、亚洲啊其他国家做贸易，这些新伙伴就是要加美墨协定。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需要跟加拿大签约，然后呢再进入美国市场所以他们看中的恐怕是这个美加墨的协定。可是现在如果不签的话那个吸引力就没有了嘛。卡尼就说最近他说我宣布美加大桥要通车了，可是白宫说我反对。所以可以看到呢，加拿大跟美国过去是兄弟情，可是现在呢关系非常的差。而另外还有一个美国的邻居古巴，他也蛮倒霉的，因为他跟美国很近嘛。我们知道长久以来都被美国制裁。那现在赫格塞斯要去访问古巴的关塔那摩美军基地
那大家过去一段时间呢，全世界也都在猜美国是不是要对古巴动手了哦。你看到赫格塞斯怎么说？他说：“你古巴，你不要想获取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哦，所以看起来也是在对古巴呛虾呢。那未来呢，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各个经济上面呐、各个贸易上面呐、在欧洲悄悄的有变化了。G7 我们看到法国马克宏他即将主持跟中国大陆的视讯会议，讨论的是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那另外欧洲的智库也调查了，现在呢只有11%的人欧洲人把美国当作盟友。这是来自于《卫报》的报道。他说，其实现在因为川普这样乱搞特搞，所以已经只剩下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跟我们欧洲人有共同的利益跟价值观。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这么想。那另外呢，我们刚刚在上一个阶段也提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他们认为川普对华的政策已经转向了，已经开始视中国为平等的超级大国。那当然，从上个月的川习会一直看那全世界也都在看，包括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像这样的表述传递的讯息。可能其他国家也会顺势而为哦。那多年来，中国其实一直在推动美国正式承认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的地位。习近平曾经试图说服奥巴马上任的总统，可是遭到奥巴马的拒绝。川普现在看起来他的态度有转变。那另外呢，中国如果要作为一个大国，在财政上、在货币上，可能会有一些做法。包括外界就发现了，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增持黄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连19个月加码，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央行它的黄金储备很多，你看这个曲线一直往上涨到2026年。那另外在 AI 我们全世界全人类未来的 AI， 中国大陆版的新基建曝光了，5年要砸2兆人民币来建造资料中心。那华为要吃下80%的国产算力。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美元的部分那中国大陆的央行现在呢欢迎巴西政府在中国大陆发行主权熊猫债所以呢这个宣布呢像是巴西可能就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也是一个某种程度是告别美元，在南方国家它可能要以人民币来计价。来请教老师，川普如果不签美加墨的贸易协定对于加拿大有伤，但是伤害有限；对于墨西哥的伤害比较大。可是墨西哥基本上来讲，它没有像加拿大那样的硬杠美国，但是那个墨西哥反而要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它的伤害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代工厂。所以真正伤害最大的可能是日本跟韩国，因为日本跟韩国在墨西哥投资的厂最大，而且是日本的汽车厂，它是透过这个墨西哥，然后再输进美国，所以这个对于日本、韩国这个是不好的消息，对于墨西哥的就业率、就业机会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对美国是不是就是好事呢？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加拿大跟墨西哥他们的很多产品对于美国来讲它是需要的。例如说前段时间才对于巴西说要对于它课关税的时候，你看美国马上这个麦当劳就出问题了，因为它很多的牛肉要从巴西进口，它很多的咖啡都要从巴西进口，星巴克都差点出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例如说我们讲的酪梨，美国有生产没错，但是墨西哥生产的数量更大，而这个是美国的主要的农产品之一。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美加墨的贸易协定取消，那都恢复成为301的这种12.5的关税的话，对美国也没有好处，因为美国的产品还是会卖往墨西哥、卖往加拿大。同样的道理，我觉得这个对于自由贸易化来说不是一件好消息。但是美国能不能因为这样而增加它的就业机会，增加它的生产的工业制造，我想恐怕不能如愿。为什么？因为日本如果要把它在墨西哥的厂迁到美国去，它一定会考虑成本的问题，考虑土地成本、人力成本、电力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一些都太高的话，日本很有可能还是不会去那边设厂。那么宁可用这个12.5的关税
来去进入美国，他也可能也不愿意把厂迁到美国去，这个对美国还是没有好处啊。可是美国的消费者却因为这样子，而他的通膨就更高了，因为所有的成本都会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我个人是觉得，川普的关税基本上来讲，这个牌已经失灵了，他也谈的比以前少了。但是他现在要这个退那个退，我个人觉得是多伤的一个局面，对川普、对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对日本、韩国都不是好事情。马克龙一直想在 G7 的时候来发挥他主场的一个地位，因为马克龙目前的在他们的国内的声望是奇差无比可能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惹人民厌恶的总统之一，长得帅帅的然后那个胸毛也露不少然后有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个太太，而这个太太是很有才华的也很有个性。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刚开始的时候，法国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每况愈下，越做越糟，越做越糟的情形，他现在唯一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存的方法，就是把外交搞好。可是问题就在于，恐怕不能如愿。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希望在他的 G7 的主场里面把中国大陆请进来，可是到目前为止，大陆对于 G7 的这个会议一直没有兴趣，所以马克龙已经不知道讲了多久了，但是大陆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说有意愿要去参加。那么甚至马克龙都说我们用视讯都可以，你不一定要来，但是看起来大陆也没有意愿来做这个事。好，那我们讲说现在是不是 G2 的时代？其实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已经倡议说中美 G2，我们两个国家定一切天下之大局。那中国大陆说不对我是发展中的国家，我是发展中国家，我不是 G2你不要把我认为已经是完全开发的国家，已经是工业化的国家。那因为你知道，当你说你是完全工业化的国家的时候，你在 WTO 的那些关税的优惠就完全没有了。所以中国大陆从来不会承认它是已经高度或者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一直在 WTO 的框架下走。那所以现在是川普是事实承认你是 G2，但大陆也还是跟你说，我还是发展中国家，我是发展中国家阵营里面的好朋友，但是我不是先进的这种工业化的国家，因为 WTO 的规则还在嘛，除非 WTO 已经崩解了。那这个时候大陆可能就说好了，那不再说 WTO 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谁的实力大，谁说话算数。我个人觉得，以大陆来讲，当然他考虑到的就是国家的利益为主最后，黄金这个跟我们的判断一样，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已经多了讲了。大陆对黄金的政策的累积，确实是已经是一个大战略了，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是越来越多它的储备。来请教李胜峰老师，是这个在这个美加跟美墨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呢，川普动手动脚就是希望把制造业迁回美国。其实川普你也不用动手动脚，你把所有的美国汽车厂从墨西哥跟从这个加拿大回美国，你的铁锈机的工人就有工作了，然后你的车子造出来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动，那都没有竞争力嘛，成本太高，就是很简单的，你不要去叫别人，你就把福特还有克莱斯勒等等这些对所有的美国车厂全部从加拿大跟墨西哥搬回去就好了，铁锈机的绝对工人会活得很快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现实。美国到现在还在用霸权主义来想尽所有的好处，要压榨别人的利益，就说穿的就是这样。我用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一个不用太多的论述就可以听懂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呢，现在呢中美之间呢大概这样，美国当时让中国大陆进入了 WTO 等等，这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叫你会遵照我的规则，在我规则的布局下以我为主，然后界定你的角色，产生对我最有利的规划。这个大概是美国的想法。这个没有想到呢，这个规则让中国在这里呢活出了一条路。现在呢，简单的讲，世界已经怎么样子，就是这样改变了。第一个，那就是会从中美共定规则这一条路，大家跑不掉了。比如说将来的 AI， 不是中美共定规则谁定呢？
这没办法的事情。再过来呢，中美共管分歧，所以呢，美国去把这些小弟啊搞出来的时候，我讲说他不是笨，他是坏。但问题是，这些搞地小出来之后，还是要谁来管？还是将来两个 G2 来管，还是共管分歧？两个大哥来，因为那个 G2 加1，那个1是小多的啦，但是那个 G2 还是蛮重要的啊。你看东北亚为什么是吧？两个大国来我北京访问完了之后，我从哪里出门？我从北京出门去看那个调皮的小老弟。为什么？那调皮小老弟很好用，对吧？这是代表了太多的信息在这里啊。再过来呢，两边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共认体制，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过去站在西方的角度，站在欧美的角度，那个体制是邪恶的体制嘛？那个体制是不合人类发展的体制，可是它是成功，而人民是幸福的一个国家。那必须怎么办？你推翻不了它，颜色革命搞不了它，你就只好去什么？共认它的体制的存在。再过来一个呢是共谋合作。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台湾要想清楚，还有医美谋独的空间吗？还有医美抗中的空间吗？还有吗？假如连日本都不好混了，台湾就别混了吧。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什么这个公债啊，去美元化，不是依人民做公，这为什么呢？因为本币公债啊，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贸易国，所以它很多的国家它就出超，很多国家又是因为它而逆差。好，那么对中国大陆出超的国家里面，它就会手上会握有很多的什么，会握有很多的美元。那将来可能本币换的话，它会握有很多的这个人民币啊，那就像我们握有很多的美元一样，怎么办呢？这换回来的话，那我的通货膨胀啊，所以我就必须买美债。所以将来很多人必须要买中国的债券，就这样子来。熊猫债，来，小猫债。还有呢，就是我这个呢都是逆差的国家，逆差的国家里面，我需要有更多的这个人民币来买中国的货嘛。那我怎么办？我就发行人民币的债券，我就拥有人民币可以来买。所以中国大陆它的整个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是因为什么绑定什么绑定那个，是它整个的经济发展、经贸发展到了一个阶段一定会出现的。那么我告诉各位，不只是巴西啊，现在我手上资料告诉各位，已经发行这个人民币债券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匈牙利、阿联酋、埃及、印尼、菲律宾、蒙古。甚至以前的英国、加拿大、波兰，是没有想象吧？真的，来，我觉得加拿大总理卡尼奥他真的是一个还蛮有一个远见的人。他说了一句话我深有感触，我也提醒民进党的要想讲他这句话。他说，虽然现在川普跟我们这么不好，可是我们加拿大还是拥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们距美国非常近，很多国家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关系来跟美国做生意。记住地缘你在哪里改不掉的，永远都改不掉。加拿大就是在美国的旁边，可是政治可以改。政治现在川普是不是对加拿大非常不好？但是川普能够永远在位吗？这个政策永远下去吗？换人可能政策就换了，可是那个地缘就是加拿大的优势。我现在说完之后，请民进党也想一想，台湾的地缘是我们的资产，或是我们的负债。我们能够走掉吗？走不掉嘛，你就靠大陆这么近，文化、血缘、语言什么通通都是类似的。大陆有这么大的市场，大陆有这么强的一个这个叫做供应链，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资产来做的话，它就是一个加分。可是民进党很不幸，天天在抗中仇中，你把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从资产变成了负债。而且极度的负债，我们花这么多的钱去买美国的军售啊，这些东西，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你们是不是应该要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个呢？然后最后我很快的讲一下 AI 发展一定是国家队，为什么？好比说我们现在生产一个这个笔电，100个人用，100万个人用，你就要有100万个笔电，对不对？可是 AI 呢？像好比说 DeepSeek、ChatGPT， 它发展完成之后。
几十个人用跟几千万个人用还是那一个东西，知道吧？软体跟硬体就差在这，所以只要是发展 AI， 一定要整合全国的力量，动用国家的机器，把所有的优点整合起来，这才是 AI 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一定要是国家队。是。我们再来看看美伊又互轰了哦，两边打来打去，战事又升温了吗？包括伊朗现在呢开轰18处美军基地啊，包括在中东这些地方，所以呢他开枪说会让整个区域陷入地狱。那根据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是，美国有一架 F-16战机也被伊朗的防空系统给击退了哦。那川普是这么讲，他说啊，其实伊朗啊有打电话来叫我停手哦，因为我们美军呢射了49枚的战斧飞弹哦，所以伊朗已经来求饶了。那放话说，如果你不签协议的话，我明天美国就把你伊朗给轰个稀巴烂。可是呢，我们再来看看呢，伊朗这边呢，他有回应哦。伊朗高层说，哦，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个打电话给川普哦，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又变成了一项罗生门，不晓得谁说的才是对的。可是这个战火连天，世人都不想看到啊，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收尾呢？赫格塞斯是这样讲，他说：“我不管了啦。”我今天晚上就要猛烈的打击伊朗，我用炸弹来谈判哦。尽管现在在停火协议，我不管，我要用这个炸弹炸死你哦，这个把你炸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谈判进度啊，川普讲了38次，说哦已经快谈好喽，这个伊朗已经宣布这个可以跟我们有这个协议出炉了，讲了38次，可是都是0哦。川普是不是还在持续 tackle 呢？我们先来看看荷姆兹海峡的状况。伊朗10号呢正式说我要关闭荷姆兹海峡哦，所有的油轮啊、商业船只啊都不能来，也不能通过。如果来的话会被攻击。可是川普说不可能，没这件事情。美军说商船还是持续进出。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商船，你到底敢进还是不敢进？哦，这个有风险的呀。那现在呢，油价不降反升哦，外界有很多质疑，所以记者就来问问看川普到底最新的通膨数据，你担不担心啊？我们来听听看。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No, I love it. for The numbers were Republicans great. to try and hold You know what I really the love? Senat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Nobody knows it. You know who doesn't know about it? Iran until right now. We hit the best economy we've ever hit. 好，川普说的都是不对的讯息，因为美国的媒体会做事实查核嘛。他说，美媒事后查证发现，这项行动其实早就被公开报道，并非外界毫不知道的机密行动，而且我们也不确定他所谓的开采出数百万桶石油这件事情到底开采在哪里，然后有没有运出来。不过我看到美军哦，它的战能的确被消耗得非常严重，包括您看到从2月28号开战到现在。美国飞机的损失情况，这还不是完完全全的统计哦，是外界的一个统计，包括一架 F-35的战机，它价值就要1.1亿美元，还有28架 MQ-9的死神无人机，一架 MQ-1C 的掠食者无人机，还有一架 MQ-4C 的海翼无人机哦，都被给这个击毁了。那另外呢，爱国者飞弹，很多盟友都在问，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拿得到啊？你到底有没有在生产啊？这个飞弹的制造商洛德马丁说：“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啊，现在情况很乱呐。”那学者也说，美国的国力可能会因为伊朗战争被榨干，很难阻吓中国大陆。而另外呢，这个美国它持续还在制裁很多国家、很多个人、很多的公司，其中包括这个中国大陆最多哦。中港9个个人以及实体涉嫌支援伊朗采购武器，所以他们被制裁，被美国制裁，包括11名个人他们可能怎么样来这个支援或者是帮他们采购武器其中有9名是中国以及香港的国籍那他们是被指称协助伊朗的武器采购，还有提供支援。来，赖老师。我还记得美国前情报局的局长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
伊朗跟川普，我信伊朗，不信川普说的话，啊，这个就代表什么呢？川普说的话，坦白说，相信的人已经不多了啊。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的情报局局长，当然是前的，但是也代表他的人脉关系都还在。可是他知道川普就一直不停的说谎，他昨天又说我们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时候 ，CNN 马上给他打脸了，说你已经讲37次了。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说够了啦。你讲了37次，我们接近达成协议了，所以没有人会信你说的那一套。范斯这时候出来补了一刀，说我们真的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了。好，那范斯这次已经是第4次讲，我们真的已经接近了。那范斯也慢慢的走向这个川普之流了。哪一天可能范斯又出来讲的时候 ，CNN 又说你是第9次了啊，那就是这2个人都已经失信于美国人。中央司令部，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特别说，我们对于伊朗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其实它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伊朗不要再反击，我们就这样子为止。这代表什么？代表对于美国来讲，没有要把战事扩大的意思。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已经由不得美国了。伊朗的反击行动是速度很快，而且由不得美国，而且继续去反击。那继续反击，那就给美国一个难堪了，就是说你要不要再反击？也就是说，你打伊朗反击，本来是只打2艘船嘛，然后接着美国的1架无人机被打掉了，接着一个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被打掉了，美国就提升这个攻击的力道，伊朗就再提升攻击力道，美国现在又提升更大攻击力道，伊朗又提升更大攻击的力道，那现在。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说：“我任务完成了，可以了吧？不要再打了。”但是这个就是你的潜台词已经是示弱了，这对川普的谈判并不利的。所以川普说：“哎呀，这伊朗有打电话来给我说来求饶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打了。”我们要问的是谁打电话给你？目前来讲，美伊是没有办法直接对谈的，所以他们都是透过这个巴基斯坦来作为一个传话者。或者是由卡达来作为奔跑，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两边不能直接对谈的时候，所以川普讲的话，我个人认为真的是没有多少人信。可是现在对美国，它最大的难题在哪里？因为它用的打伊朗的这些导弹都是高精密的、高成本的、价格高昂的，那也就是它制造的流程的工序是很繁复的，那因此它生产的数量基本上进度是比较慢的。有限的，可是问题就是你消耗的速度快于你的生产制造的速度的话，等于是你的弹药库是越来越空的嘛。然后他们的军人每天看到弹药库一直在少的时候，内心里面就惶恐不安了。因为如果今天在太平洋这个地方，或是在南海，或者是在于哪个地方在爆发这样的冲突。甚至古巴搞不好，如果拥有俄罗斯偷偷的把一些导弹送到古巴去，古巴打了2枚下去的话，那你美国一看弹药库没了，那怎么办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根本已经没有很大的底气。川普见坏就收了，不是见好就收。对，伊朗应该也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好，我们进一下广告。美伊战争打到现在，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样的这个落幕的可能性，到底该怎么办呢？请教老师。还是会落幕的，会落幕，因为川普不落幕不行。6月14号就是他一个蛮重要的时间了啊。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先讲打电话，你还记得在中美关税刚开干的时候，然后呢发现中国不理他，美国常常发布的消息吗？说北京跟我打电话了。北京跟我打电话，对不对？然后每一次就被外交部说鬼跟你打电话，所以呢，他的打电话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啊。当然了，台湾还很有效果，因为台湾在等电话。OK， 好。第二个呢，就是川普啊，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就川普的行径已经被全世界看透，是他要停，他想停，他不能不停，因为这停不下去，对他期中选举。马上是一个很可怕的压力，所以包含你看他已经话都讲得很奇特了。人家问他通膨，他说很好啊，我很喜欢通膨。
他讲一个我很喜欢通膨，我一直以为我看错了，再去听一下，他真的是这样说的。那为什么6月14号我特别提世足赛的开幕典礼？是在6月10号，刚好是他80岁的生日。哦，哎呀，然后呢，在美国，然后呢，这个世界足球还给他一个很狗腿的称呼，就是世足首任世界和平奖。对，我记得和平奖，他很开心。是首任，首任。那为什么？因为这也涉及到世足现在正在被美国调查贪污贿赂的问题。对对。所以这个呢，但是呢，他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开幕的那一天，我到了现场，然后大家去齐唱美国的国歌，大家来看什么，就把玛嘎的味道啊，又再找回来。他现在手想的，你现在看，他说处理所有的问题，就有一个方法，赶快结束，因为我要选举了，是吧？所以这个也被伊朗看到了，伊朗说，那你这样子，那好了，那我就好好跟你要一点东西，多拿一点东西。伊朗也是很想停，伊朗是想看着你非停不可的情况下，我再多要一点东西，多要一点东西回来。所以双方停已经不是没有什么悬念的事情，所以非停不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国什么时候撤军？来请教舰长。首先，大家可能一定很担心，哇，这个战争好像又突然扩大了。可是我昨天看到这个扩大的时候，我突然安心下来，因为我想起了美国参谋联休议主席凯恩有一次在接受访问，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规划一场短而有力的打击。”我当时就在想，什么叫有力打击？我一次炸你个几十枚的这个战斧，这是有力。但是你不要忘了前面那个字短，他打完这个就代表说我狠狠教训你了，你对吧？你这个人不听话的，我狠狠打完之后，他就包装成胜利，所以他就能够这个成功的就撤军的，光荣的撤军，这就是目前我看得到，所以他这个很快会结束，然后接着就是撤军，大家不妨慢慢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原油也没有大涨，只涨了34%，现在是要95块。那前一阵子战争开打的时候，最高到126块。然后你去听川普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讲什么东西你根本觉得胡说八道。然后你记者问他，哎，你怎么这样讲啊？他因为我知道，就代表说我总统，我当然知道一些事情，对吧？然后接着记者举出一些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否定他的时候，他又会讲一个我知道你不知道的，就代表总统知道，一定你怎么会都全知道？然后你再质疑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知道？生气。你是哪个单位的？您哪一家记者？对，以后不准进来。然后我们接着就破口大骂，你们这个烂媒体，这个烂记者，这就是标标准准的川普的作业。所以大家啊，不要被川普所骗。现在你已经知道他所有讲的话哦。听完之后我笑一笑，把他当笑话听。他所有讲话，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是可爱到了极点，好可爱的一个小孩子，经常讲一些就跟小孩子斗气的话。